美军驱逐舰三过台湾海峡和佩洛西访台有关系吗？野生智库的脑补不能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英国《金融时报》宣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访问台湾，已经是第3天了。这条报道已经在海峡两岸和太平洋两岸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又一次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近期内该舰第3次通过。然后呢，国内某著名的野生智库秦安战略灵光乍现，把2件事就联系起来了，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美舰穿越台海，是对佩洛西窜访的投石问路，我舰奉命撞击，刻不容缓”。情绪化的文字当然可以赢得不少流量，但是要解决问题却毫无可能。秦安的文章只是暴露了他基本常识已经匮乏到了什么程度。首先，美军舰艇走台湾海峡这么多年下来多少次了，中国会有什么反应，全世界都知道。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刚刚说过，台湾海峡里边贴近两岸的是内水领海，但是海峡中间那部分是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可不是领海了。任何国家海军都可以不受限制通过专属经济区，只要符合航行规则就行。中国海军伴随监视，就是要看一下美军在通行过程中是否有违规动作。如果有，当然可以去处置；如果没有，中国海军是不可能主动去撞击的，因为我们绝不会傻到自己主动去违反国际法。而美军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之后，故意利用合法方式反复通过台湾海峡，做给我们的老百姓看。因为我们的宣传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搞不懂什么是领海，什么是专属经济区，哪些地方可以航行，哪些地方不行。就是觉得外交部喊了这么多年了，美军还频繁往来，久而久之，很多网民会对国家对海军产生不信任。我们评论区里边搞不清情况骂国家怂的就不在少数了。美国就是想利用这个现象，利用这个心态，在中国国内舆论场上点一把火，加重老百姓的怨言，然后让中国海军去背黑锅，然后秦安这样的还在火上浇了几桶油，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啊！结果网友们还觉得这些野生智库真是忠勇爱国。实际上，美舰过台湾海峡跟佩洛西去台湾进行访问性质完全不同，根本就挨不上边，怎么就探路了？另外，佩洛西去台湾的消息一传开，美国政界内部也是同样骂声一片。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没人支持这种可怕的想法和不必要的挑衅。拜登自己也出来说，五角大楼已经很不满了，美国军方对这个消息表示担忧。所以现在佩洛西办公室的网页上已经把原来写的不评论改成了无旅行计划，现在看事儿都没影呢，就被胡乱联想了。而且佩洛西作为众议院的议长，哪来的兵权去指挥美国海军的行动呢？普通老百姓不懂也就罢了，秦安作为解放军一个退役大校，居然连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还有美军的指挥结构都没有搞明白过。国际关系和相关战略研究领域，军事确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装备技术、军事思想、军事历史的功底都要扎实。而且作为媒体人，不能欺负老百姓不懂专业就胡编几个词儿、胡编几个概念、编几个故事出来当前菜，就这一碗空洞的口号让读者吃下去。真正的学者，每句话每个词儿使用的时候都力求不出错误，通俗归通俗，严谨是不能丢的，不能拍脑袋，不能哗众取宠。不过我还想起来，前年秦安有一次在腾讯会议视频上说了一句离岸制航战略，就是美军远离中国海岸发射巡航导弹。那感情19世纪的奥地利、英国，现在的米尔斯海默都成了玩巡航导弹的吗？概念不清，拍脑袋解释，看来这个毛病他是改不了了。只能说互联网时代现在真是什么水平的人都敢说自己是智库。好，关于美国海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还有佩洛西访问台湾这2个事儿有没有关联？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